Hello， 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这次的旅行我们来到了土耳其，感觉起来好像是一个有点知道，但其实又好像很陌生的国家。这次我们决定实际来到土耳其一趟，亲身体验看看充满特色的文化之旅。这次的土耳其旅行，我们一共待10天9夜。从日本出发，在新加坡转机之后，我们来到了第一站伊斯坦堡。到了伊斯坦堡，不过这里并不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我们第一站要直接杀去卡帕多奇亚，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国内线转机。在伊斯坦堡，我们马上转搭了国内线，直奔这次第一个目的地卡帕多奇亚。卡帕多奇亚附近比较远的一个机场，土耳其真的好大哦。从这里到卡帕多奇亚还要车1个小时，浩大的土耳其。哦，很热，不过它是很干爽的热，它是烤箱。搭乘国内线来到卡帕多奇亚的话，其实有2座机场可以选，而我们这次因为预约比较晚，所以来到的是距离比较远的凯撒利机场。事前就有预约机场接送，但移动到卡帕多奇亚还是要1个小时。土耳其之旅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卡帕多奇亚。搭上车约1个小时之后，我们抵达了这次的住宿地点格雷梅小镇。在这里我们会待3个晚上，当然也会搭热气球。由于距离卡帕多奇亚多数的观光景点相对比较近一些，是来到卡帕多奇亚旅行非常推荐的住宿地点。这次住宿的饭店，我们是选在格雷梅小镇上的 Lunar Cappadocia Hotel， 会在这里连续待3个晚上。洞穴屋是卡帕多奇亚地区的特色之一，因此有很多饭店都是设计成岩石洞穴屋。但我们这次的饭店并不是天然的洞穴屋，而是仿造的。不过也因为这样比较便宜。超美的啦！然后带一下房间，它房间本身就是一个洞窟的感觉。其实这次这样子的洞窟房间在卡帕多奇亚非常有名，很多地方都有。我们那时候选也选蛮久的，其实很多都像这样子。哦，那看还不错。这个很可爱的，超美的。日本制的压缩机相当罕见。然后这边它有一些简单的咖啡、茶饮，这些都是免费的。哦吗？不对哦，这是一个衣橱。将好，这里有垃圾桶。那我们拿到你的地图，然后这边有一个。在这边你要用电脑，就是这里或是那里而已了。反正一些备品，吹风机看起来还蛮风力强大的，很重。如果是住在格雷梅镇上的饭店的话，其实选择非常多。不过如果想要拍美美的日出，或是欣赏一早的热气球美景的话，可以找有屋顶露台的饭店比较好。不要早上，这不早上热死了哦！这也太美了吧！
由于抵达时间已经是下午的关系，所以第一天我们没有安排行程活动，就是单纯在格雷梅小镇上走走逛逛。就是会跟我们玩。那如果是买OK。アイスクリームお作り。还会给你类似。OK。 Thank you。拿什么比较漂亮 ？OK。好贵。真的。那pistachio比较贵。我快点入。现在是吃晚餐，是吃土耳其料理。土耳其料理我没什么概念。格雷梅小镇上有非常多有趣的餐厅。第一天我们吃到了当地的土耳其料理。土耳其当地的货币是里拉，和台币几乎是1:1。因为是回教国家的关系，因此没有猪肉料理。酒类饮料也是看店家，有些有卖，有些则没有。这次发现，在土耳其的餐厅都会附餐前面包，而且不用另外加钱。重点是还蛮好吃的。餐点的调味上虽然有加一些新香料，但不会太辣，多了一种异国风味，还不错吃。基本上这次去的所有餐厅几乎都可以刷卡，但是很多地方是不收美国运通或是 JCB。要带信用卡的话，还是要带 Visa 或是 Master 比较好。说到卡帕多奇亚，最多人联想到的就是搭热气球。事前我们在 Klook 上已经预约好了热气球行程。热气球行程本身就有包含饭店的接送，前一天晚上会收到旅行社的通知，告知是否飞行，还有集合时间。由于热气球只有早上可以搭，所以集合的时间基本上都还蛮早的。这天我们是早上4点集合，而且同一时间出发的人其实非常多。天还没亮，格雷梅小镇上已经都塞满了旅行社的小巴士。这天我们要前往的是一个叫做 Cat Valley 的地方。刚抵达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但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热气球。眼前热气球超级大，非常壮观。而每一座热气球大约可以坐12人左右，比想象中的还要再大一点。中间则是驾驶员的位置，在起飞前会告诉大家降落时的姿势还有注意事项。我们这次预约的是3个峡谷之一的热气球之旅。事前没有办法指定峡谷，而且也不是最多人搭乘热气球的地方。如果是想要近距离看更多热气球一起升天的话，建议要找格雷梅飞行的行程。
热气球升空之后，天慢慢的亮了起来。在 Cat Valley 可以看到土耳其最长的河流红河，还有葡萄园的景色。途中也有峡谷景色可以欣赏，跟在地面看起来的不太一样，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还蛮壮观的。日出之后，也可以远远的看到在格雷梅升天的热气球壮观景色。热气球飞行的时间约为40到50分钟左右。Yes, everybody is happy?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If you are happy, we are happy. Okay, all together turn, please. All together turn. Standing position. Standing position. Yes. Thank you, very nice. Okay, 1, 2. Okay. Thank you. 而在降落之后，会有简单的无酒精香槟可以品尝，还会拿到飞行证明书。因为 Cat Valley 距离格雷梅小镇非常近，所以回到饭店大概是7点多左右。回到饭店后，爬上屋顶露台，还有看到许多正在飞行的热气球。其实真的是真牛哎！那里还有这什么爱心？哈！来吃早餐，然后外面这边两只猫咪，好像个可可的，可爱。第2天的行程除了热气球之外，我们要参加卡帕多奇亚的绿线之旅。在参加行程之前，我们先在饭店吃了早餐。早餐相当的丰富，有许多没看过也不知道名字的土耳其当地料理。热食相对比较少，冷盘啊、水果、面包和饼干相对比较多一点。味道上来讲并不差，想要饱餐一顿的话完全没有问题。接下来要准备去参加它的一日游。卡帕多奇亚的一日游呢，有2个最经典的路线，一个是绿色路线，一个是红色路线。我们今天要走的是绿色路线，现在应该是20几度而已，快30度。只是风是凉的啦，只是日晒就晒到太阳那样很烫。早上的时候还蛮冷的，可以穿外套的程度。蛮推荐来到卡帕多奇亚的话，直接参加当地的一日游会比较方便。除了包含饭店接送之外，也包含导览和各个景点的门票。这次发现土耳其的多数观光景点，观光客的票价和当地人的票价完全不同。观光客都是用欧元算，而且贵非常的多。第1站来到的是鸽子谷，顾名思义，就是在过去有很多鸽子的地方。不过比起鸽子的故事，在鸽子谷这里可以直接看到卡帕多奇亚的地形变迁。鸽子谷是经过300多万年的河水、岩浆、地震等复合原因所形成。所以一开始是长像这样子平的，然后后面会变成像这样子的一片的，然后还有不同成分，然后因为风蚀、雨蚀，然后地震，然后慢慢它的形状就会变成这样子。我还是不相信。绿线上的第2个重点行程就是德林富游地下城，是世界上被挖掘出来最大的地下城市。
目前认为最早应该是在西元前1200年的时候由西台人所建，主要是用来躲避外敌，还有储存货物。在拜占庭帝国时期，这座地下城最多有住将近2万多人在这里。Stone door is gonna be on your right, so don't miss it. Here. Thank 整个地下城最深有到18层，不过因为安全考量，只有开放到地下7层可以参观。里面的空间虽然很大，但不少通道都需要弯着腰才可以通过。可以实际来到这座历史悠久的地下城，也是非常特别的体验哦。绿色路线上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拜访的景点，就是赛利梅修道院。赛利梅修道院是座洞穴修道院，是卡帕多奇亚地区最大的洞穴修道院，也是当时丝路上的贸易驿站。来到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走在这些巨石奇岩之间，近距离欣赏卡帕多奇亚的神奇地貌。不过因为时间接近中午，真的是热到一个不行。虽然说干热比较不会流汗，但也不是完全不会。在大太阳下一直烤，真的是会有点吃不消。你看个画哎，他壁画都还在，耶稣哎。话说网络上流传赛利梅修道院是星际大战的拍摄场景，但其实是假的哦。好棒哦！参加仪式团的好处就是还有包含午餐，午餐的主食有几种可以选择，土耳其最具代表的肉排烤肉也可以在这里吃到。用餐的地点就在最后一个景点伊赫拉拉山谷附近。这座山谷是卡帕多奇亚地区唯一一个有绿色植披的地区，也是因为这样，这段行程才被称之为绿线。用餐过后，在伊赫拉拉山谷小小健行一段，虽然很热，但因为有树荫，所以其实还算 OK。These they call it Guinea Fowl, but locals call it Persian chicken. 绿色路线的观光行程就在伊赫拉拉山谷这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还会在卡帕多奇亚待1天的时间，之后还打算去红线的观光行程，还有介绍更多的卡帕多奇亚美食。请继续期待之后的影片咯。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边，下次再见咯，拜拜。19